把自己吃成猪圈里最肥的猪。周围的猪仔们都以为我疯了。要知道，长得越肥，不仅容易被杀，更容易被送去繁育后代，那简直比死还难受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觉醒了吞噬进化系统，说白了就是干饭就能变强。刚开始吃养殖场的破饲料，确实跟挤牙膏似的慢，但胜在安全，没人会怀疑一头只会干饭。根据系统提示，家猪最多可以长到1000斤。我本以为能够顺利完成进化，可没想到2个人类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。强子，你说这猪咋吃这么疯？再吃下去，秤都要被压坏了。怕啥？王老板都定好了，再过1个月就拉去屠宰场。这猪的肉量够他赚一笔，到时候咱也能分点奖金，多顿好。听完2人的对话，我瞬间觉得嘴里的饲料不香了。还好还有1个月时间，我暗下决心，疯狂干饭，争取在被拉走前突破进化。就算打不过人类，好总能跑得掉吧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开启了干饭机器模式，不光吃饲料，连养殖场角落堆的红薯、南瓜，甚至工人掉的馒头渣都不放过。可现实给了我一记重锤，我瞅了瞅系统面板，520斤，体质6，力量12，敏捷3。因为一直吃的都是低能量食物，属性提升并不明显。虽然相比其他家猪，我已经是巨无霸般的存在，但是想要和人类对抗，完全不够资格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发现随着力量和身形提升，视力和听觉也得到了很大的强化。壮汉带着几个男人再次来到我的面前，手里还拎着粗绳子。弟兄们，搭把手，这猪太肥了，小心点，别让它跑了。王老板急着要。几人一拥而上，我拼命挣扎，用脑袋撞，用蹄子蹬，可架不住人多，最后被他们拽着尾巴，硬生生拖出了猪圈。看着面前带着铁笼的大货车，我心凉了半截。毕竟一般的小货车还能试试能不能翻车逃跑，这种装铁笼子的货车，直接把我的希望砸得稀碎。不过当我被装进货车时，发现对方竟然没有给铁笼上锁，就用一根生锈的插销别着，简直是给我留了条活路。为了避免被人类发现，我等到大货车开上高速之后，才开始用舌头一点点推动插销。快点，再快点，别被发现了！眼看插销就要被推开，突然停下动作，快速打量周围环境，必须找到森林或者大山，才能避免和人类起冲突。而且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越适合我狗的发育。又等了40多分钟，我终于看到了目标，一片连绵起伏的原始林区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全是参天大树，看着就安全感拉满。只要冲进这片林子，就算来100个人，也别想把我找出来。不再犹豫，我一伸舌头，直接顶开插销，后腿猛地一蹬，借着货车行驶的惯性，纵身跳了下去。砰的一声，我重重砸在高速护栏上，护栏直接被我撞弯，我顺着旁边的陡坡滚下去，一头扎进了山涧。还好我体质不算差，只是前腿擦破了点皮，流了点血。我不敢耽搁，生怕货车上的人发现，赶紧爬出山涧，一瘸一拐钻进了林子深处。本来想找个隐蔽的地方养伤，结果刚走几步，一株暗紫色的植物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长着肥厚的根茎，叶子翠绿，看着就不一般，有点像村里老人说的紫河车参，据说能治伤。正好我前腿受伤，吞了它，说不定能快速恢复，还能长点属性。就在我准备张口吞掉这株参的时候，一条近1米长的赤尾千足虫突然从树洞里钻了出来，黑红相间的身体看着就有毒，爬起来沙沙作响。虽说我现在500多斤，皮糙肉厚，但被这玩意儿咬一口，估计也得疼得嗷嗷叫，搞不好还会中毒。我小心翼翼靠近，趁他不注意，猛地跃起，用庞大的身躯狠狠砸下去，直接把这只千足虫砸成了肉泥，毒打一个比利夫人。看着地上的烂肉，我纠结了1秒，这玩意儿看着好恶心，但系统说了，吞噬动物长水性更快，这千足虫这么大，说不定能长不少力量。干了！为了变强，不挑食，我张开大嘴，一口把千足虫的肉泥吞了下去，恶心的我差点没吐出来。下一秒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首次吞噬有毒动物，觉醒技能饕餮吞噬术。饕餮吞噬术可远程吸取目标食物，大幅提升吞噬效率，同时可吸收食物的特殊属性，如抗毒性。获得微弱抗毒性，体质+3，力量+2。系统，我进化的时候还能觉醒别的技能不？宿主每完成1次进化，可觉醒1门法术，进化5次后解锁神通技能。听到这话，赶紧对着那株紫河车参使用吞噬术。只见那车参凭空飞起，直接钻进了我嘴里，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，前腿的伤口瞬间不疼了，甚至感觉更有力量。系统面板再次更新，体重580斤，体质9，力量14，敏捷4，解锁微弱抗毒性。不错的开局，这片森林简直是我的宝地。可转念一想，这么大的原始森林，肯定有不少食肉动物。我现在这点实力，对付个千足虫、小野鸡还行，要是遇到黑熊、东北虎这种丛林大佬，估计只能送人头。保住，发育才是王道，千万别浪。没多久，我就找到了一处隐蔽的洞穴，用鼻子闻了闻，没有其他动物的气息，估计是因为离高速不远，动物都不敢靠近。我安心的钻进洞穴，躺下来睡大觉。与此同时，遥远的海上大雾弥漫，第3战斗群10几艘战舰正在撤。全部撤退！重复，全部撤退！战舰指挥室内，有人惊声发问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散发的热量竟然如此惊人！我们所有战舰的热量与之相比，仿佛萤火对比皓月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安国的损失绝对不可估量。快传我命令，将这个地方列为禁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启了吃睡循环模式，每天不是在找吃的，就是在睡觉，全然不知道一场危机正在悄悄向我逼近。几天后，我看着系统面板，有点犯愁，体重720斤，体质18，力量28，敏捷10。可周围的普通野果、野菜对我的属性提升越来越小，简直是杯水车薪。没办法，只能往黑风岭更深处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高级的食物。走了大概1个小时，我来到一条小溪边，看到水里有不少小鱼在游。我试着对着小鱼使用吞噬术，没想到小鱼直接飞出水面，钻进了我的嘴里。吞噬溪鱼，力量+1；吞噬溪鱼，体质+1。好家伙，
吃鱼长属性这么快，我直接躺在小溪边，只要有鱼靠近，就张口吸一口，跟吃零食似的。吃了几十条鱼后，我明显感觉到身体在变化，白嫩的皮肤逐渐变成了深褐色，嘴巴两边长出了尖利的獠牙，体型也长到了近3米长，看起来凶神恶煞。素素体重突破800斤，成功进化为黑棕野猪形态。当前属性：体重820斤，体质35，力量55，敏捷20，微弱抗毒性。进化成野猪后，吃普通小鱼的提升效果也变弱了。我只能继续往森林深处走，没走多远，就听到了狼嚎声，此起彼伏，听起来数量不少。我本能的想躲开，可感受着如今的力量，还是小心的朝着狼嚎的方向摸了过去。走近一看，好家伙，一群灰狼正在围攻一头母熊和它的幼崽。母熊虽然凶猛，但带着幼崽，束手束脚，根本发挥不出实力，身上已经被狼咬了好几口，鲜血淋漓。我本想做山关虎斗，渔翁得利，可看到小熊可怜的模样，还是出手了。我不再犹豫，庞大的身躯猛地冲刺过去，速度快得惊人，一头就撞飞了3头灰狼，直接把他们撞得口吐鲜血，当场咽气。母熊也趁机发力，一巴掌拍死了身边的一头灰狼。狼群的头狼看着我庞大的身躯，眼神里满是忌惮，长啸一声，带着剩下的灰狼灰溜溜地钻进了树林里。母熊朝我深深看了2眼，仿佛在道谢，然后带着幼崽一瘸一拐钻进了树林。我看着地上的几头灰狼尸体，嘴角勾起一抹坏笑。这可是送上门的经验包。我张口使用吞噬术，把几头灰狼全部吞了下去。突然一声嚎叫从前方不远处传来，我心里一惊，赶紧躲到一棵大树后面，悄悄观察。嚎叫只响了1次就没了动静，难道出什么事了？我好奇心作祟，放慢脚步，悄无声息地靠近。900斤的庞大身躯居然没弄出一点动静，这就是敏捷提升的好处。穿过大片树林，靠近后发现战斗早已结束，但我能感觉到那群人就在前方。我将身形隐没在低矮灌木丛中，继续靠近。一片空地上，篝火正燃着，5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围坐在一起，手里拿着猎枪，旁边放着几个黑色的大袋子，其中一个袋子露出了一条花斑豹。我仔细听着他们的谈话，终于弄明白，这伙人是境外的黑鸦偷猎组，专门来黑风岭偷猎珍稀动物。刚才的豹子就是他们的猎物。这次运气不错，一头豹子，还有一头巨角盘羊，回去就能卖个好价钱。别大意，这黑风岭据说有不明巨型生物，刚才的雷达信号就是从这附近来的，小心点。怕什么？我们有猎枪，就算是大象也能撂倒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怒了，敢在我的地盘偷猎，还这么嚣张！而且那几个黑色袋子里的动物，要是吞了它们，我肯定能完成第2次进化。我决定今晚就为民除害。偷猎者们安排了1个人守夜，其余4人钻进了帐篷睡觉。我悄无声息地靠近营地，距离守夜人还有50米的时候，不再隐藏，撒开蹄子狂奔过去。守夜人刚反应过来，拿起猎枪准备射击，我已经冲到了他面前，一头把他撞飞出去，重重砸在树上，当场昏了过去。帐篷里的几人听到动静，赶紧钻了出来，手里拿着猎枪对着我开枪。可我现在体质已经45，皮糙肉厚，子弹打在我身上就跟挠痒痒似的。我冲过去，用獠牙一挺，就把一个偷猎者挑飞，又用脑袋一撞，另一个偷猎者直接被撞晕，剩下的2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想跑。我怎么可能给他们机会？追上去，一口一个，全部解决。确认没有危险后，我朝着黑袋子走去。第1个袋子里是花豹，第2个袋子里是盘羊，第3个袋子里竟然是2只昏迷的花豹幼崽。我继续搜寻其他物品，目前迫切需要一部手机或通讯设备，好了解外界的情况。我又翻了翻偷猎者的背包，里面有不少东西，猎枪、子弹、压缩饼干，还有一本偷猎日志，上面记录着他们这些年的偷猎经历，还有黑风岭的详细地形，甚至标注了不少珍稀动物的栖息地。我大喜过望，有了这份地形记忆，以后在黑风岭发育就再也不用担心迷路了。又一番翻找后，我在另一个背包里翻到了一部智能手机、一个充电宝，还有一只小型手摇发电机，简直是瞌睡送枕头，天助我也！就在我研究手机操作的时候，2只豹子幼崽慢悠悠醒了过来，可看到我，它们不仅没跑，反而弓着身子挡在了豹子尸体前面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，那模样既可怜又倔强。我瞥了它们2眼，心里盘算着，就这俩小不点，加起来还不够塞牙缝，吞了也长不了多少属性，不如先吃巨角盘羊，看看能不能直接冲一波进化。我不再犹豫，张开大嘴对准巨角盘羊，发动饕餮吞噬术，硬生生将这头几百斤重的巨兽一口吞入腹中。下一秒，系统提示音准时响起，吞噬巨角盘羊，体重加50斤，体质加55，力量加50。当前状态：黑棕野猪，体重950斤，体质100，力量120，还差50斤就能进化。我的目光不自觉投向2只幼崽，小家伙们瞬间浑身发抖，毛发都竖了起来，却依旧死死挡在豹子尸体前，不肯后退半步。我调转目光，看向他们身后的豹子尸体，这下2只幼崽抖得更厉害了，小身子都快站不稳，却还是硬着头皮护在前面。就在我慢慢靠近，准备吞噬豹子时，其中一只幼崽突然壮着胆子，对着我低吼一声，另一只则转身撒腿就往树林里跑。我没去追那只跑掉的幼崽，毕竟它跑不远，还能翻出什么花样？可没过2分钟，那只幼崽就叼着一个深褐色的麻布袋子跑了回来，跑到我面前，猛地一甩脑袋，袋子掉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，全是百年灵芝、野生人参和紫河蜇参，都是些能提升属性的好东西。看样子是偷猎者藏起来的私货。我眼睛一亮，立马发动吞噬术，地上的药材瞬间被我吸入口，一股醇厚的能量瞬间在体内炸开，系统提示音疯狂响起：吞噬百年灵芝乘3，体质加30，敏捷加15；吞噬野生人参乘5，力量加40，体质加25；吞噬紫河蜇生乘2，解锁微弱自愈能力，体重突破1000斤，触发进化。紧接着，
我感觉到全身的骨骼都在咔咔作响，身体肉眼可见的发生变化，深褐色的皮毛逐渐变成耀眼的棕红色，四肢关节、脊背、腹部等关键部位慢慢覆盖上一层坚硬的黑色鳞甲，4条腿上更是浮现出不规则的神秘图纹，看起来霸气十足。进化完成，新物种黑甲猪，当前属性体重1400斤，体质300，力量300，敏捷80，微弱抗毒性加微弱自愈能力，觉醒技能黑甲。消化完系统的信息，我才回头看向2只幼崽。经过刚才的试探，我能看出这2个小家伙不仅灵性十足，还极其忠诚，用来当小弟再合适不？我放弃了吞噬云豹的想法，用蹄子在地上刨了个深坑，把云豹尸体埋了起来。埋完后，我叼起一个装着压缩饼干的背包，扔到幼崽面前，示意他们吃点。没想到小家伙们居然听懂了，凑过来扒拉着背包，嘎巴嘎巴的吃了起来。我带着2个小弟朝着黑风岭更深处前进，一边走一边查看系统面貌，想看看下次进化的条件。结果一看直接懵了，下次进化所需体重2万斤，这个数字简直离谱，比我现在的体重翻了10好几倍。我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系统你是疯了吗？这得吃到猴年马月才能达标。吐槽归吐槽，发育还是得继续。我突然想起偷猎日志上记录的大型动物坐标，里面标注了不少黑风岭深处的狠角色，正好用来当我的移动经验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带着2个小弟照着坐标一路狩猎，吞噬了藏羚羊、黑熊、赤鹿等各种大型动物，体型和属性也在飞速暴涨。闲暇之余，我就用手机刷新闻，毕竟现在有充电宝和手摇发电机，根本不用担心没电。刷着刷着，一条新闻让我瞬间坐直了身子。本台快讯：台山、华山、峨眉山、青城山同步开启弟子招募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天资卓绝者放宽学历限制。这让我心中一动，华夏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机构？如今竟然连修炼境界都攻过，我不禁抬头望天，我预测的变故好像真的要来。而如今距离下次进化还差108000里，必须加快发育速度，不然等变故彻底来临，我连自保都成问题。我连忙用脑袋拱了拱2只幼崽，示意他们加快脚步，朝着黑风岭南部区域进发。我们仨悠哉的在森林中游荡，秉持着见啥吃啥，绝不浪费的原则。我的体重在短短5天内就暴涨到3000斤，体长达到5米，高度近2米，力量和体质也翻了1倍，妥妥的陆地小坦克。又吞噬了几头麋鹿后，我们在一处清澈的潭水边停了下来。2只幼崽早就玩疯了，不等我招呼，就纵身跳进潭水里打闹，溅起一身水花。我也没心思管他们，倒在潭边的草地上晒着太阳就呼呼大睡。连续几天疯狂干饭狩猎，早就累坏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一觉差点让我彻底交代在这儿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呼啸声突然把我惊醒，我猛地爬起身，就看到一条体型庞大的黑鳞水螈正从潭水中缓缓爬出。这条水螈体长超过12米，水桶般粗细，一半身体还藏在水里，冰冷的树孔死死盯着我。我立刻发动冲锋，庞大的身躯带着风声冲向水潭。可刚冲到潭边，就被水螈轻松侧身躲开。我才反应过来，潭边的积水和水中的阻力大大降低了我的速度，而水螈在水里简直如鱼得水，根本不受影响。没等我调整姿势，水螈粗大的尾巴就狠狠抽了我。砰的一声，我被抽得飞了出去，重重砸进潭水里。2只幼崽看到我被砸进水里，瞬间急了，不顾危险，冲过来就咬水螈的尾巴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水螈，它快速游动着身体朝岸边靠近。就在水螈的脑袋刚探到岸边时，我突然从水里一跃而起，激活黑甲技能，身上的鳞甲瞬间全覆盖，棕红色的毛发燃起炽热的火焰，这是黑甲的隐藏效果，危急时刻可触发火焰加持，身体素质瞬间提升2倍不止。我一口咬住水螈的尾巴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将它甩到岸边的草地里。砰的一声，水螈被摔得晕头转向，我趁机冲过去，对着它的7寸疯狂撕咬。水螈拼命挣扎，用身体缠绕我，可它的力量在我面前根本不够看。半个小时后，水螈彻底没了动静，我松开嘴，咬下一大截尾巴，扔给2只幼崽，算是给他们的奖励。就在我慢慢享用水螈肉的时候，一股陌生的气息突然传来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远处的树林里，一只体长超过4米的白纹孤狼正死死盯着我的2个小弟，眼神冰冷，显然是把他们当成了猎物。我瞬间怒了，敢觊觎我猪霸天的小弟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我对着2只幼崽低吼一声，示意他们待在原地，然后发动爆笑技能，震得周围的树木都在摇晃。白纹孤狼瞬间被震得愣了一下，趁着这个间隙，我撒开蹄子狂奔过去，凭借着火焰加持的速度，很快就追上了他，一头撞在他的身上。白纹孤狼疼得嗷嗷直叫，转身就想跑，我怎么可能给他机会？一口咬住他的脖子，狠狠甩动，几下就把他咬死。我撇了撇头，示意2只幼崽把孤狼的尸体拖回来。小家伙们立马心领神会，屁颠屁颠的跑过去，一人叼着一条腿，费劲的往回拖，那模样别提多可爱。连续吞掉黑鳞水螈和白纹孤狼后，我能感觉到体内的能量快要溢出来，全身上下热气弥漫，一股股力量不断冲刷着我的骨骼和肌肉，体型也在缓缓变大。我在心里默念：系统查看属性，当前物种黑甲猪，体重3600斤，力量6，体质550，敏捷150，技能飞甲，火焰加持，爆笑，顽壮，特殊能力，微弱抗毒性，微弱自愈能力。看着面板上的属性，我满意地点点头。虽然离2万斤的进化目标还有很远，但至少进度可观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再次躺下来睡大觉。2只幼崽也依偎在我身边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而就在我们酣睡之时，
黑风岭远处的无尽海岸线上，正发生着激烈的战斗，那里被民众称为禁区，背后矗立着10几米高的漆黑高墙，墙上布满了防御工事，无数士兵正拿着武器，奋力抵抗着来自海东的怪兽。指挥台上，一位身穿军大衣的李队长望着前方波涛汹涌的海岸线，眼神凝重到了极点。望着前方波涛汹涌的海岸线，眼神凝重到了极点。报告李队，3号防御区域发现大量水生怪兽，其中有20头铁戟水哨，3台岸防炮已被损毁，防线快要守不住了。立刻启动10门防御，调动剩余岸防炮，集中火力击退铁戟水兽。李队长沉声道：“折损情况如何？”普通作战人员折损50人。陈玄大师为了掩护士兵撤退，身受重伤。张站长独自一人击溃了1头铁戟水兽。知道了，继续严防死守，不能让任何一头怪兽突破防线。待通讯兵退下后，他喃喃自语：“情况越来越糟了，天地异变越来越明显，这些怪兽越来越强，看来已经瞒不住民众了，只能加快弟子招募了。”此时的华夏各个防御基地都在激烈交火，而我还在黑风岭深处呼呼大睡，丝毫不知道外界的危机。等我醒来时，体型又变大了不少，体长达到7米，高度3米，浑身的黑甲更加坚硬，火焰加持的效果也更强。就算碰见远古巨兽，我估计也能一头将其撞晕。能长得这么迅速，全靠这段时间在这片森林中的捕猎成果。在这片区域，我捕获了无数大型动物，也碰见了这片区域的几位真正王者。其中最难缠的是一只体长超过3米的赤毛灵猴，那家伙跑得极快，还会用藤蔓偷袭，身手敏捷的不像话，好几次都差点把我的2个小弟掳走。除了这只讨厌的赤毛灵猴，我还遇到了不少狠角色：体长5米的青纹猎狼，速度堪比猎豹，牙齿还带着剧毒；还有体长接近20米的巨型野蟒，比之前遇到的黑鳞水猿还要强悍。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开启黑甲全力爆发，才勉强将它吞噬。而偷猎日志上记载的那只被称作圣兽的玄纹豹，却始终没有任何踪迹。我隐隐觉得这只玄纹豹的实力绝对远超我遇到的所有丛林王者，它或许会是我发育之路上真正的对手。算了，先不想了，今天加餐，我们先去把那只烈焰巨熊解决。我招呼着2个小崽子，向着南部区域的一处山峰走去。那只棕熊的老巢就在山峰的山洞之中。不一会儿，一个漆黑又庞大的洞穴出现在眼前。刚靠近洞口，2只幼崽就下意识躲到我身后，弓着身子对着洞穴低吼，显然是感受到了洞穴里的凶悍气息。下一秒，洞穴深处传来轰隆轰隆的巨石滚落声，震得地面都微微发麻。一头体型恐怖的烈焰巨熊直立着走出来，足足7米高，浑身覆盖着暗褐色的厚皮，皮上还嵌着碎石。那股凶悍劲比我之前遇到的任何巨兽都要强悍。这家伙到底是吃什么长这么大？虽然我和他的体型相当，但他站立起来显得比我威猛许多。他直接冲着我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，显然也认出了我。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已经交手过一次，不过那次我并没有动用技能，这一次可谓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废话不多说，我率先发动冲锋，庞大的身躯带着火焰加持的劲风，狠狠撞向巨兽。砰！一声惊天巨响，2只巨兽轰然相撞，巨大的冲击力让周围的树木都被震得拦腰折断。我的黑色獠牙狠狠划破了巨熊的厚皮，可它也不甘示弱。巨大的熊掌狠狠拍在我的肩膀上，即便有黑甲加持，我也被拍得一个趔趄，肩膀处传来一阵顿感。轰隆！又是一次剧烈相撞，这次我借着冲力，硬生生将巨熊撞得连连后退，最后重重摔倒在地，溅起一片尘土。可这烈焰巨熊皮糙肉厚，抗击打能力极强，立马就从地上翻了起来，甩了甩脑袋，再次朝着我侧身躲开，熊掌拍在地上，直接砸出一个大坑。虽说我的防御力远超巨熊，但它的力量实在惊人，再这么耗下去，不仅浪费时间，还容易引来其他巨兽觊觎。不能再拖了，速战速决！我心中一动，浑身黑甲瞬间全覆盖，棕红色的毛发燃起熊熊烈火，体内的力量瞬间暴涨数倍，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灼热起来。烈焰巨熊看着浑身燃火的我，浑浊的眼睛里露出一丝慌张，下意识想要后退，可我根本不给他机会，身形化作一道火红黑影，瞬间冲到他面前，带着万钧之力，一头撞在他的胸口。咔嚓，清脆的骨裂声响起，烈焰巨熊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，庞大的身躯被我撞得飞了出去，重重撞在洞穴的石壁上。巨熊挣扎了几下，便再也没了动静，顺着石壁缓缓滑了下来，彻底没了生机。2只幼崽兴奋地跳了起来，围着巨熊的尸体低吼。我用脑袋拱了拱他们，示意他们先别急着吃，先跟我进洞穴看看，说不定还有其他惊喜。顺着洞穴不断往里走，我发现了大量的花草，其中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果子，散发着清幽的香气，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。顺着洞穴往里走，越往深处，香气越浓郁。走到洞穴最深处，一个巨大的石池出现在眼前，池子里流淌着金黄色的粘稠液体，居然是秘境。这烈焰巨熊难道把黑风岭的蜂王巢穴给霸占了？在洞穴里仔细搜索一番后，我留下2只贪吃的小弟在石池边喝灵水蜜浆，自己则走到洞穴外。说实话，这个地方不错，可以当我的老巢，但我心里清楚，现在还不是躺平的时候。天地异变越来越明显，以后肯定还会出现更强大的怪兽，我必须抓紧时间干饭发育，早日突破2万斤的进化目标。我先削下一只肥厚的熊掌，扔给洞穴里的2只小弟，随后便发动饕餮吞噬术，开始吞噬烈焰巨熊的尸体。庞大的热量瞬间涌入体内，灼烧着我的经脉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浑身发烫的移动火炉，浑身的鳞甲都泛起了淡淡的红光。在洞穴里待了整整3天，我彻底消化了烈焰巨熊的能量和蜜浆，
体型暴涨到9米长、4米高，浑身的黑甲泛着金属光泽，力量和体质也大幅提升。就算在整个黑风岭南域，也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顶级强者。那些之前敢挑衅我的凶兽，现在见了我都得绕道走，差不多该继续扫荡了。我伸了个懒腰，晃了晃庞大的脑袋，心中盘算起来。先去收拾那只玄灵巨尾，那家伙常年待在南部的黑龙潭里，体型比之前的黑鳞水螈还庞大。之前我没把握拿捏它，现在正好去试试水。收拾完它，再把南域的凶兽挨个扫荡一遍，我就不信找不到那只玄文蚌。虽说急于发育，但我还是没忍住，坐下来打开手机刷起了新闻。可刚刷了2条，我就被屏幕上的消息震惊得目瞪脑袋。本台紧急报道：樱花国东部海岸线被怪兽攻破，无数未知凶兽涌入城市，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。目前樱花国大量难民逃离，向周边国家紧急寻求援助。最新快讯：樱花国向美丽国提交援助申请，截至目前未得到任何回应。新闻下方的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。我靠！一觉醒来，小日子居然要没了。到底是什么怪兽这么厉害，能直接攻破海岸线？有没有大佬知道内情？求科普！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，一个网友甩出一张实拍图片，图片里一头9米长的巨蜥怪兽正一口咬碎一辆坦克，坦克残骸散落一地，场面极其惨烈。评论区瞬间安静了几秒，随后爆发了更激烈的讨论。华夏官方显然也知道瞒不住，开始慢慢放开相关消息。网上还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，时不时透露一些各地怪兽袭击的消息，每一条都让网友们心惊胆战。我看着评论，忍不住用蹄子扒拉着手机屏幕，发了一条评论：就这怪兽，我一口就能把它吞了，扛不住我一撞。没曾想，短短几分钟，就有无数网友反驳我，吹牛皮也不打草稿。我师傅是方寸山弟子，修为高深，一掌都拍不死这具蜥，算个啥？别理他，估计是被吓得精神失常了，在网上找存在感。楼上的，你敢暴露你师傅的身份，就不怕他回来削你？怕啥？我师傅不玩网络，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不禁洒脱一笑，哥的强大可不是你们这些凡人能想象的。我随手拍了一张自己的爪子照片发上去，爪子比脸盆还大，黑甲泛着光泽，结果网友们更沸腾了。P 图能不能走点心？这爪子一看就是合成的，哈哈哈！这人彻底疯了，居然 P 出爪子冒充怪兽。我懒得跟他们争辩，关掉评论区，心里却愈发紧迫起来。新闻里的巨蜥怪兽实力居然和之前的烈焰巨熊相当，而且看样子还有更强大的怪兽在不断出现。我必须加快进化速度，不然等更恐怖的怪兽涌入黑风岭，我就算是南域霸主也未必能自保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没有丝毫偷懒，带着2只小弟开启了疯狂扫荡模式。南域的凶兽被我吃了大半，无论是水里的玄灵巨尾，岸边的青纹猎狼，还是林间的巨尾松林，只要被我碰到，全都成了我的盘中餐。这段时间，网上天地初开、灵气复苏的说法传得沸沸扬扬，各种修炼者、怪兽的消息层出不穷。我低头看了看身边的2只小弟，他们如今体长已经超过2米，实力也提升了不少。如今的我，体长已经暴涨到11米，高度接近5米，浑身的黑甲坚硬如钢，火焰加持下，力量更是恐怖如斯，妥妥的黑风岭南域顶级霸主。就连之前那只讨厌的赤毛灵猴，现在见了我，都得吓得屁滚尿流，不敢轻易招惹。南域的凶兽差不多被我吃光了，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。我甩了甩脑袋，看向海边的方向。听说海边最近出现了不少水生怪兽，还有那种巨型蜥蜴，实力强悍呢，正好去凑凑热闹，顺便多吃点，争取早日突破进化。说完，我便带着2只小弟朝着黑风岭南部的海岸线走去。南域森林的海岸线蜿蜒曲折，与外海相接的海域上，一座人工岛巍然矗立。岛上的镇海军事基地是华夏24座海防基地中最特殊的一座。因南域森林的巨兽常年盘踞内陆，很少有海中怪兽敢贸然上岸。这座基地的伤亡率始终稳居最低，岛上密布着新型相控阵雷达和暗防炮，士兵们常年处于半警戒状态。指挥塔内，身穿深海迷彩战袍的齐飞将军正紧盯着面前的雷达屏幕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屏幕上，一道刺眼的红外热成像点正缓慢移动，热度峰值远超周边所有生物，热度峰值远超周边所有生物。那家伙动了。齐飞的声音低沉而凝重，指尖点在屏幕上，这头陆地巨兽的热量反应比海中最凶悍的触角蜥蜴还要强3倍。军区特意叮嘱，务必重点监控。身旁的卫官赵磊上前一步，语气急切：将军，要不要调整暗防炮角度，锁定这头怪兽？万一他靠近基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齐飞缓缓摇头，目光依旧锁在雷达上。不必，陆地上的巨兽和海中的怪兽性子不同，他们有自己的领地意识，我们不主动挑衅，他们绝不会轻易越界。我们驻扎在这里的核心任务，一是盯紧这头未知巨兽的动向，二是防范海中怪兽集群登陆。最近海域的异动越来越频繁，可就在半小时前，巡逻队在海岸礁石区发现了3只触角蜥蜴的踪迹。看他们的行进轨迹，像是在探查登陆。按照以往的规律，这往往是大规模集群出现的前兆。3级戒备，检查暗防炮弹药和近战装备，通知巡逻队扩大搜索范围。一旦发现蜥蜴集群，立即汇报。就在基地全员严阵以待时，我慢悠悠地穿梭在海岸边的丛林里，鼻尖不停吸动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腥骚味，是触角蜥蜴的气息，比我预想中更近，甚至能隐约听到他们在礁石区爬行的沙沙声。看来是送上门的经验包。我心中暗喜，网上预测的天地初开只剩10天，这海边的蜥蜴群正是我冲刺进化的绝佳养料。2天后，我在一处海湾撞见了3只触角蜥蜴，最大的那只体长足有10米，不过和我蹲式的体型相比，简直像2只细狗。而这3只庞大的蜥蜴看到我，并没有贸然进攻，反而在缓缓后退。他们应该是感受到了我的强悍，想跑没门。我鄙视地看了一眼2只体型庞大的蜥蜴，
随后像推土机一样直接撞了过去。蜥蜴眼看跑不掉，也张牙舞爪的迎了上来，可刚一接触，他们就被我直接冲飞，身上坚硬的皮肤更是被我的獠牙豁开了一个大口子。我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又是一次野蛮冲撞，直接将蜥蜴解决。这一幕被基地指挥塔的监控清晰捕捉到。齐飞看着屏幕上的画面，瞳孔骤缩，脸上写满了惊骇。这3只蜥蜴体长都在9米以上，尤其是那只最大的，至少是钢骨境顶峰的实力。咱们基地最顶尖的战士都未必能单打独斗打赢一只，这头野猪居然这么轻松就解决了。赵磊快速调出雷达数据，语气凝重的汇报：将军，根据热成像分析，这头野猪体内的能量储备极其恐怖，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的境界，保守估计至少是6品交感境以上，甚至可能达到了上。赵磊快速调出雷达数据，语气凝重的汇报：将军，根据热成像分析，这头野猪体内的能量储备极其恐怖，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的境界，保守估计至少是6品交感境以上，甚至可能达到了上3境的门槛。齐飞深吸一口气，指尖微微颤抖。上3境，那可是个大名山掌门级别的实力啊！樱花国就是被这种级别的怪兽击溃，他们的火炮连中3境的蜥蜴都伤不了，更别说上3境的存在。这头野猪难道和深海里的蜥蜴王是一个级别？我并不知道基地里的骚动，拖着3只蜥蜴尸体回到山洞，便迫不及待地发动饕餮吞噬术。温热的能量顺着喉咙涌入体内，4只百骸都传来一阵酥麻的快感，体型和属性都在稳步提升。越来越强大的我，不由得看向身边的2个小弟，以后就称呼你们豹一和豹二。2只豹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随后我忍不住呵斥道：刚才豹一表现还行，知道主动攻击，豹二你太怂了，居然躲在后面，下次再这样就没你的份。豹二耷拉着脑袋，低低吼了2声，像是在认错。我摆了摆脑袋，继续说道：好好跟着我干，等你们长到5米长，这种级别的蜥蜴，你们就能自己解决了。系统查看属性：定种类黑甲猪，体重12500斤，力量1280点，体质1150点，技能饕餮吞噬术，黑甲爆笑蛮壮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都带着豹一、豹二前往海岸线猎杀触角蜥蜴，他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。豹一负责牵制，豹二负责偷袭。虽然依旧打不过高阶蜥蜴，但也能帮我分担不少压力。而镇海基地的士兵们也每天都通过监控见证着我的实力，从每天猎杀4只，到后来每天猎杀6只，甚至能轻松解决体长超过11米的中3境蜥蜴。这天，齐飞将军对着通讯兵问道：今天他又猎杀了几只？通讯兵连忙汇报：将军，野猪王今天猎杀了6只触角蜥蜴，其中2只体长超过11米，达到了中3境初期的实力。他解决那2只只用了不到1分钟。齐飞轻叹一声，眼神中满是感慨，真是一头恐怖的巨兽。军区已经将他列为最高关注对象，还特意叮嘱我们尽量不要招惹他，最好能尝试和他建立联系。如果能让他帮我们镇守海岸线，我们就能减轻不少压力。旁边的赵磊连忙说道：将军，我觉得可以尝试接触他。他和其他怪兽不一样，不仅不主动攻击人类，还专门猎杀危害我们的触角蜥蜴，而且还收养了2只小兽。看得出来，他有自己的意识，不是那种只懂杀戮的凶兽。齐飞摇了摇头，时机还不成熟，这头野猪实力太强，我们根本无法掌控它，贸然接触，万一激怒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再等等，等我们摸清它的习性，再找机会接触。海岸边上的我，其实早就注意到了远处的军事基地，不过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拖着自己的战利品，再次返回了山洞。每天猎杀完蜥蜴，我就带着战利品回到山洞，一边吞噬进化，一边用手机刷着外界的消息，看着各国被怪兽袭击的新闻，我心中的紧迫感越来越强。又过了3天，海岸线的触角蜥蜴越来越少，我也已经处在进化的边缘，体内的能量快要溢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弹出一条紧急新闻：本台紧急报道，第23号海防基地被青礁岛蜥蜴集群攻破，九华山掌门刘真人战死，数千名士兵和民间义士壮烈牺牲。目前蜥蜴集群正朝着周边城市逼近。我看着新闻，心中一沉，外界的危机比我预想中还要严重。人类的强者居然连中3境的蜥蜴集群都挡不住，看来天地初开之后，怪兽的实力还会大幅提升。我必须加快进化速度，才能在未来的危机中站稳脚跟。就在我思索之际，大地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一股庞大的灵气从地底喷涌而出，空气中的气流交织缠绕，形成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。天地初开，灵气复苏，终于来了。我体内的饕餮吞噬术不由自主地运转起来，周围的灵气像潮水一样涌入我的体内，冲刷着我的经脉和骨骼。原本快要溢出来的能量瞬间被点燃，豹一和豹二也蜷缩在我身边，贪婪地吸收着灵气，他们的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渐大，毛发也变得更加油亮。整个华夏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剧烈地发生着变动。而在无尽的深海之中，有一处庞大的岛屿，灵气在这里汇聚成了一股龙卷风，几头庞大的巨兽站在岛屿上，发出了震天般的怒吼，他们的身形在庞大的风暴下屹立，同时也在缓缓变化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各地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华夏各大名山灵气汇聚，修炼者们纷纷突破境界。深海之中，一座隐秘的巨岛之上，灵气形成了一道冲天龙卷风，几头庞然大物站在风暴中心，发出震天的怒吼。其中最显眼是一头体长接近60米的巨蜥，它身上萦绕着淡淡的星光，眼神凶残暴虐，正是击溃多个国家防线的蜥蜴王。这场灵气风暴持续了整整3天3夜，全球的电力和通讯彻底中断，一些弱小的国家直接被灵气风暴和趁机登陆的怪兽摧毁，永久消失在地图上。而我在灵气风暴的滋养下，成功突破了瓶颈，完成了进化。3天后，蓝玉森林的山洞之中，
两只体长超过5米的豹子正依偎在一只体长15米的庞然大物身边熟睡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抖了抖身上的灰尘，一股强大的力量感席卷全身。如今的我身高超过6米，原本的黑甲已经蜕变成了耀眼的金甲，在透过山洞缝隙的阳光照射下，散发着淡淡的金光。火红色的毛发与金甲交相辉映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肥仔模样，反而透着一股圣兽的威严。这就是灵气复苏的力量吗？我不由得感叹道。蹄子微微一动，一股温热的灵气便汇聚在指尖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我试着发动新觉醒的技能，口中喷出一团淡金色的火焰，火焰落在旁边的石头上，瞬间将坚硬的石头烧得融化，威力惊人。系统查看属性：种类金甲猪，体重25000斤，力量2500点，体质2400点，技能饕餮吞噬术，金甲琉璃火突袭。果然，黑甲进阶成了金甲，还多了琉璃火这个强力技能，实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。走，出去试试新技能。我叫醒豹一和豹二，带着他们朝着海岸线走去。可刚靠近海岸线，就听到了剧烈的炮响声和士兵的呐喊声，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。我加快脚步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，朝着声音来源望去。只见镇海基地的暗防炮正疯狂射击，炮弹落在一群触角蜥蜴身上，却只能留下浅浅的伤口。这群蜥蜴足足有10几只，为首的那只体长达到了20米，身上覆盖着冰冷的黑茧，炮火倒在上面，连一丝痕迹都留不下。正是中3境巅峰的蜥蜴统领。基地之内，齐飞将军面色凝重，身上散发着9品武灵境的气息。灵气复苏后，他也成功突破了境界，他的手下也多出了5名8品铁灵境、2名7品钢骨境强者。可面对这群强大的蜥蜴，依旧显得力不从心。将军，蜥蜴头领距离基地不足50米，暗防炮的威力已经受限，再这样下去，基地的防线就要被攻破了。副官焦急地汇报。齐飞咬了咬牙，沉声道：全员准备肉搏，死守基地，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，也不能让蜥蜴突破防线。他心里清楚，这只20米长的蜥蜴头领，就算是6品交感境的强者，也未必能打赢。而基地里唯一的交感境高手，来自闭关的虎大师，还在闭关之中。就在士兵们拿着武器准备冲出去与蜥蜴死战时，一道金色的身影突然从基地后方的山林中跃起，手中握着一个圆形金轮，金轮带着呼啸的风声，直接斩向一只15米长的蜥蜴，瞬间将其脖颈斩断，墨绿色的血液喷涌而出。是苦大师，苦大师出关了！士兵们兴奋地呐喊起来，士气瞬间高涨。虎大师身穿粗布灰衣，身形消瘦，却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势，6品交感境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逼得周围的蜥蜴连连后退。齐飞连忙上前，激动地说道：苦大师，您终于出关了，您是不是突破了？虎大师微微点头，目光凝重地盯着前方的蜥蜴统领，侥幸突破到6品交感境巅峰。但这只蜥蜴统领实力已经接近7品，我未必能打赢他，只能尽力拖延时间。我躲在巨石后面，眼睛一亮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强大的人类。虎大师的气息比我之前遇到的任何丛林巨兽都要凝练，我倒要看看他和蜥蜴统领的战斗到底有多精彩。话音刚落，蜥蜴统领便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，庞大的身形猛地冲向虎大师，尾巴带着凌厉的劲风，狠狠抽了过去。虎大师身形一闪，轻松躲开，手中的金轮再次飞出，化作一道金色残影，斩向蜥蜴统领的眼睛，那是他的弱点。可蜥蜴统领极其灵活，脑袋一偏，金轮擦着他的脸颊划过，只留下一道浅浅的伤口。随后，蜥蜴统领猛地张口，喷出一团墨绿色的毒液，毒液落在地上，瞬间腐蚀出一个大坑。虎大师连忙后退，避开毒液，手中金轮快速旋转，形成一道金色屏障，挡住了蜥蜴统领的后续攻击。两人激战了10几个回合，虎大师渐渐落入下风，身上已经出现了几处伤口，气息也变得有些紊乱。蜥蜴统领抓住机会，尾巴狠狠抽在虎大师的胸口，虎大师一口鲜血喷出，身体被拍飞几10米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苦大师！齐飞大喊一声，带着几名士兵冲了过去，想要营救苦大师。此时，基地的防线已经彻底崩溃，士兵们脸上都露出了悲壮的神色，纷纷掏出仅剩的手榴弹，准备与蜥蜴同归于尽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基地旁边的海面突然剧烈翻滚起来，海水沸腾，冒着白色的气泡，一股恐怖的气息从海水中散发出来。所有的蜥蜴都停下了动作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，纷纷向后退。就连那只不可一世的蜥蜴统领也显得有些慌乱，他感受到了一股远超自己的力量。此时，基地将军齐飞身边的苦大师也已经醒了，他口中喃喃地说道：能让海水沸腾，水下如果是一只怪兽，那么其实力绝对达到了恐怖的层面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我便带着一身金光从海水中纵身跃起，庞大的身形落在海岸上，地面瞬间被震得微微发麻。当我站在蜥蜴统领面前时，他那20米的体长，在我15米的身形面前，竟然显得有些娇小。我身上的金甲散发着耀眼的金光，琉璃火在口中缓缓燃烧，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灼热起来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触角蜥蜴，此时正在缓缓后退。蜥蜴统领吓得浑身发抖，转身就想往海里逃。我眼神一冷，发动突袭技能，身形化作一道金色残影，瞬间冲到他的面前。咔嚓一声脆响，蜥蜴统领的胸口被撞得凹陷下去，
墨绿色的血液喷涌而出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，便轰然倒地，彻底没了生机。其他的蜥蜴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四散奔逃。我怎会轻易放过？口中喷出琉璃火，淡金色的火焰瞬间席卷全场，几只跑得慢的蜥蜴瞬间被火焰烧成了灰烬，剩下的几只也被我一一撞飞，獠牙一滑便当场毙命。海岸线上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士兵们粗重的呼吸声。他们看着我庞大的身形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敬畏，没人敢轻举妄动。刚才10几只蜥蜴就让他们濒临绝境，而我只用了几分钟就解决了所有蜥蜴，实力恐怖到极点，实力恐怖到极点。齐飞将军也认出了我，正是那只他们监控了很久的野猪王。我抬起右脚，指了指地上的蜥蜴尸体，又指了指远处的山洞，示意他把这些尸体送到我的洞里。齐飞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，连忙对着士兵们大喊：快把所有蜥蜴尸体整理好，送到野猪王的洞府去，动作轻点，不许怠慢。随后他又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，语气恭敬：多谢野猪王出手相救，大恩不言谢。以后您若有任何需要，我们镇海基地一定尽力相助。我摆了摆脑袋，没有理会他，纵身跃入海中，朝着山洞的方向游去。这些蜥蜴尸体可是我提升实力的绝佳养料。回到山洞后，我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。醒来时，发现齐飞已经派人将10几只蜥蜴尸体送到了山洞门口，堆得像一座小山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留下了一个厚厚的档案袋，里面装着军事基地整理的所有凶兽信息，还有一些人类修炼境界的划分。这让我心中一喜，这些核心信息可比网上的杂乱消息有用多了。还有一些人类修炼境界的划分，这让我心中一喜。这些核心信息可比网上的杂乱消息有用多了。我打开档案袋，仔细查看起来，口中喃喃念叨：怪兽等级分为兽兵、兽将、领主级、王级。兽兵级对应人类下3境，兽将级对应中3境，领主级对应上3境，王级则是传说中的存在，目前还没有任何记载。档案中还记载着，天地初开前，全球共发现5只领主级怪兽，其中蜥蜴王体型最大，体长接近60米，属于领主级圆满，能释放强力吐息，威力堪比人类上3境巅峰强者。另外4只领主级怪兽隐居在昆仑山脉深处，具体实力和外形不详。而我猎杀的这些触角蜥蜴大多是高级兽兵，只有那只20米长的蜥蜴统领达到了兽将级巅峰。我一股脑将这些触角巨蜥吞噬完，才发现它们也就相当于高级兽兵而已。我堂堂野猪王，最起码也要吞噬几只兽将级怪兽，你们俩也赶快多吃点。随着豹1和豹2的体型越来越大，他们的理解能力也更强了。两兄弟低眉顺眼的吼了一声，便去吃那些巨蜥。而我也毫不客气的继续吞噬剩下的巨蜥，不愧是兽将级别的怪兽，每吞噬一只就直接给我增加了200点力量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：种类金甲猪，体重3万斤，力量3000点，体质2900点，技能饕餮吞噬术，金甲琉璃火吐息。我发现我的体长达到15米后就不再增长了，不过这也足够了。15米的体长，6米的身高，配上坚硬的金甲和强大的技能，就算遇到领主级怪兽，我也有一战之力。系统下次进化需要什么条件？体重达到10万斤，力量和体质达到1万点，即可触发下一次进化。10万斤，1万点力量和体质，我心中一惊，看来想要再次进化，必须猎杀领主级怪兽才行。可领主级怪兽极其稀有，昆仑山脉太远，蜥蜴王又在深海，我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合适的目标。我打开手机，此时通讯已经恢复，华夏各个平台都吵翻了天，全是怪兽袭击城市，人类修炼者奋起反抗的消息。其中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本台快讯：临海市集市出现一头7米长的金狮，经官方评定，兽将级初级，性情凶悍，已造成多人伤亡。军队和修炼者已前往支援。临海市离南域森林不远，而且还是兽将级怪兽，正好用来练手，顺便积累进化所需的能量。豹1、豹2，咱们该去城市闯闯了。我招呼着2只小弟，他们如今已经长得十分壮硕，体长超过5米，实力也达到了兽兵级巅峰，正好可以跟着我历练历练。继续往前走，森林越来越茂密，空气中的怪兽气息也越来越浓。我知道前方的临海市肯定还有更多强大的怪兽在等着我，而我的进化之路也将在这场危机四伏的城市历练中继续前行。毕竟我猪霸天的目标是成为横行天下的强者，区10万斤的体重根本难不倒我。终于，我们踏出了最后一片茂密丛林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残破的临海市街区映入眼，高楼倾颓，道路被废弃的车辆和怪兽残骸堵塞，一阵密集的炮火声伴随着坦克的轰鸣从街区深处传来，震得地面微微发颤。我抬眼远眺，只见一头通体金黄的巨狮正在一队99式坦克群中肆虐，它体长足有7米，锋利的爪子泛着寒芒，每一次纵身跃起，都有一辆坦克被拍得外壳凹陷，厚重的装甲在它面前如同薄纸一般脆弱。又是一记势大力沉的拍击，另一辆坦克的炮管直接被拍弯，驾驶员被迫弃车逃生。就在坦克部队濒临溃散的千钧一发之际，3道黑影从旁边的废墟楼顶纵身跃起，手中冷兵器泛着灵气光泽，径直冲向巨狮。这3人是华夏武者协会派出的支援武者，2人身着劲装，手持长刀长棍，气息沉稳，已是6品交感境的实力。还有一名身着浅青色劲装的清秀女子，身形灵动，气息稍弱，却也达到了7品钢骨境巅峰。女子落地时踉跄了一下，抬手擦去嘴角的尘土，语气凝重地对身旁2人说道：师兄，这头金狮的战力远超情报预估，它的皮毛被灵气淬体，
硬度堪比金刚，不好对付。手持长棍的武者身形一顿，目光紧盯着巨狮的动作，沉声道：“这是临海市动物园逃出的狮王，灵气复苏后变异成了兽降级。情报说他身旁还有5只兽兵级的幼狮，大概率藏在附近废墟里。一会儿动手，你前置左侧，我和师弟主攻正面。务必小心，别被他的利爪挫伤。”闻言，另外2人齐齐点头，神色愈发凝重。6品交胆境的武者早已能引天地灵气入体，配合冷兵器可将战力最大化。可面对兽降级怪兽，依旧没有十足把握。兽降级怪兽的肉身经过灵气反复淬炼，攻防两端都远超同境界人类，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。话音未落，手持长刀的武者率先发难，身形一跃而起，足有5、6米高，手中长刀裹挟着淡蓝色灵气，化作一道银芒，狠狠劈向金狮的脖颈。可金狮比预想中更加灵活，猛地偏头躲开，右爪带着呼啸的劲风，径直拍向长刀，当的一声脆响，长刀竟被拍得微微弯曲。那名武者也被巨力震得连连后退，胸口发闷，险些喷出鲜血。剩下2人见状，当即合力出击。长棍武者挥棍横扫，灵气灌注之下，棍身泛起金光，直逼金狮腹部。女子则身形灵动，绕到金狮身后，长刀斜劈，目标直指他的后腿关节。可金狮丝毫不乱，尾巴猛地横扫，逼退长棍武者，同时回身一掌，重重拍在女子胸口。女子惨叫一声，嘴角鲜血直流，被拍飞出去，撞在残破的墙壁上。长刀也脱手而出，3人合力尚且如此狼狈，可见兽降级怪兽的恐怖。而此刻，在不远处的废墟阴影里，我早已带着豹1、豹2潜入了城市。2只小弟正围着10几只4、5米长的狮仔厮杀，这些正是金狮的兽兵及小弟。原本想偷袭我，却被豹1、豹2抢先发难。如今的豹1、豹2早已不是当初的小兽，配合愈发默契。豹1正面牵制，豹2绕后偷袭，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10几只狮仔就被他们斩杀了大半，剩下的几只吓得浑身发抖，想要逃窜。想跑？问过我了吗？我嗤笑一声，张口喷出一缕琉璃火。想跑？问过我了吗？我嗤笑一声，张口喷出一缕琉璃火。淡金色的火焰瞬间缠住2只跑在最前面的狮子，瞬间将它们烧成灰烬。剩下的几只也被豹1、豹2迅速追上，一口咬断脖颈。战斗结束后，2只小弟叼着最大的一只狮仔，凑到我面前，低低吼着邀功。我叼过狮仔，随口嚼了2口，心中暗道：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这俩小子倒是没白养。此时街道中央的激战仍在继续，3名武者已是强弩之末，身上多处受伤，气息紊乱。而金狮也只是皮毛被划开几道浅浅的伤口，依旧凶性大发，对着3人步步紧逼。我看了片刻，觉得无趣。这3人与金狮缠斗半天，连对方的防御都没能彻底破开，再耗下去，迟早要丧命。你们俩退下，看我的，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我对着豹1、豹2摆了摆脑袋，2只小弟立马心有不甘的后退，乖乖站在一旁。金狮察觉到我的气息，瞬间停下攻击，浑身鬃毛倒竖，眼神中满是警惕和忌惮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眼前这头金甲巨兽的实力远超自己。面对金狮的严阵以待，我显得漫不经心，慢悠悠地向前迈入，脚下的水泥地被踩得微微开裂。突然，我猛地加速，身形化作一道金色彩影，径直撞向金狮。金狮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庞大的身躯就被撞得腾空而起，足足飞了10几米高，随后重重摔在地上，喷出一口金色血液，挣扎了几下，便再也爬不起来。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坦克群都奈何不了的金狮，居然被这头金甲巨兽一招秒杀。坦克编队的中年团长申国眉头紧紧皱起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坦克舱盖。片刻后，他毅然打开舱盖，纵身跳了下去。不能出去，我们太危险了！身旁的通讯兵急忙劝阻，语气中满是焦急。申国却摆了摆手，目光坚定地朝着我走来。这头巨兽没有恶意，他刚才是在帮我。另一边，我击败金狮后，并没有急于吞噬兽降级初期的能量，对我冲击领主级作用不大。如今我最缺的是领主级怪兽的线索，而华夏官方手里一定有我需要的情报。想到这里，我獠牙一扬，银光一闪，金狮的头颅便被我硬生生咬下，随后一脚踹出，那颗血淋淋的狮头正好落在申国脚下。申国浑身一震，低头看了看脚下的狮头，又抬头看向我，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敬畏和惊喜。他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这颗狮头是我递出的橄榄枝，是用来交换情报的筹码。紧接着，10几名士兵从坦克中走出，看到团长脚下的狮头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随即纷纷露出敬佩之色。申国原地立正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，身后的士兵也整齐列队，恭敬行礼。我斩杀金狮，解救了整个街区的幸存者，更保住了他们的坦克编队，这份恩情他们记在心里。我对着他们缓缓点头，算是回应。这一幕彻底点燃了现场所有人的情绪。那3名受伤的武者挣扎着站起来，望着我的身影，满脸震撼的低声嘀咕：这哪里是怪兽，分明是守护一方的圣兽。豹1、豹2站在我身旁，胸膛高高挺起，满脸骄傲。他们能感受到我身上的强大气质，对这些敬畏我的人类也没有了往日的敌意。我抬手指了指申国身后坦克上挂着的军用地图，申国眼神一凝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他知道这张地图标注着华夏当前的军事部署，怪兽密集区和幸存者据点是绝对的军事机密。但看着我眼中的笃定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取下地图，双手递到我面前。我用獠牙轻轻挑起地图，确认无误后，便叼起金狮的尸体，示意豹1、豹2跟上，转身朝着街区外走去。所有武者和士兵都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目光追随着我的身影。
直至我消失在废墟尽头，才缓缓收回目光。所有武者和士兵都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目光追随着我的身影，直至我消失在废墟尽头，才缓缓收回目光。路上，我一边赶路，一边翻看地图，结合之前齐飞留下的档案，心中愈发凝重。如今的华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，海面之下隐藏着数以亿计的怪兽，不再只有触角蜥蜴，还有体型庞大的深海巨鳌，能喷吐寒冰的巨型乌贼。它们正疯狂进攻，死死盯着华夏的海岸线。陆地上，各大城市被森林覆盖，怪兽横行，幸存者只能蜷缩在各个据点，艰难求生。我打开手机，发现各大社交平台早已没了往日的喧嚣，变得异常安静。人们终于真正感受到了灵气复苏的残酷，不再有盲目乐观，更多的是相互鼓励，自发组织起来交换物资，抱团取暖。其中一条置顶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：紧急通知，完成幸存者据点已正式成立。军队支援正在途中，未撤离的幸存者请尽快前往据点避难。目前蓝城已发现兽兵级怪兽5300只，兽将级50只，现有火力已无法全面压制，据点面临被攻破风险。我心中不由得感叹，一个城市就有5000多只兽兵级怪兽，对手无寸铁的普通人来说，无疑是灭顶之灾。更可怕的是，随着灵气不断浓郁，越来越多的兽将级甚至领主级怪兽从深山老林、深海秘境中窜出，人类的生存空间正被不断压缩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已经穿越了临海市集市，沿途遇到的几只兽兵级怪兽，我都懒得亲自出手，是一报一，报二解决，全当给他们练手。而我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计划，先绕路前往蓝城据点看看，若是能找到领主级怪兽的线索最好，若是没有，便直接前往南方海岸，那里怪兽密集，且有传闻说有一头领主级的深海巨兽近期频繁在海岸附近活动，那便是我冲击下一次进化的最佳目标。